Uber 的 CTO Praveen Napali-Naga 在一次2小时的演示中，令牌费账单就直接拉到了1200美元。结果是，原本规划好的1年 AI 预算，公司愣是在4个月内就给烧干了。你团队里那些每天都在跑的 AI 工具，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中掏空你的预算？今天聊的 Fireworks Nexus 本质上就是个 AI 推理的智能导航仪，它出自 Fireworks AI， 专门帮企业把失控的 AI 流量管起来。初期测试显示 Nexus 能把成本直接压低3到5倍，每合并一个 pull request， 开销能降 33%。这背后其实是任务难度的分级路由，简单活扔给便宜模型，复杂难题才动用顶配模型。回头看 Uber 的例子，起初 Cloud Code 工程师采用率从 32% 一下冲到了 84%， 数据好看，但账单跟着失控，这就给行业敲了个警钟。 AI 应用一旦铺开，成本治理必须同步跟上。 Nexus 的降本逻辑其实很直白，它会实时评估每个请求的难度，对于日常编码，它自动切到 Kimi K3 或 GLM 5.2 这类开源主力上，混合费率能做到闭源方案的1/4。只有真碰上大模型才搞得定的硬任务，它才会透传给 GPT 5.5 或 Opus， 也被 Flash 这类名字误导，觉得它一定最省钱。 Gemini 3.5 Flash在测试里显示出 23% 的失败率，甚至伴随 4.3 倍的重试税。单次调用便宜没用，重试多次，总账反倒更高。 Nexus 的意义就在于避开这种坑。在 Aries 的测试中， Nexus 跑出了阶梯路由策略，40个任务成功 32.3 个，单次成功任务成本只有 0.525 美元。对比来看，只用 GPT 5.5 虽然能搞定25个任务，但单次成功成本却高达 0.636 美元。这就是精细化调度的账。 Nexus 的接入层叫 Fire Connect， 一行命令就能搞定。它兼容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标准接口，现有的 IDE 配置根本不用动，拿来就能接。企业最关心的合规，它也有说法。 Nexus 支持全球20个数据中心，核心是零数据保留策略，请求在平台跑数据和密钥不留存，这就是企业敢用的前提。这东西不是横空出世，它是站在 LLM 编排和网关技术肩膀上的产物。以前开发者在本地工具里切换模型特别痛苦，性能过剩太烧钱，模型太弱又没法用。Nexus 把这层逻辑抽离出来，解决了集成复杂度。核心机制其实是一个轻量级的分类模型，它在请求发出瞬间判断难度，决定走哪条通道，哪怕是走第三方模型，密钥也是透明代理，不存储，安全。市面上像麻申、OpenRouter 这种竞品，本质多是 API 聚合或负载均衡，而 Nexus 的重点是企业合规和任务难度驱动的路由。它不是在赌哪个模型胜率高，而是在做精细的算力分配。什么场景该用 Agent 开发工作流和大规模编码助手部署，它是首选。但如果你对延时极度敏感，任务难度又单一，那它确实没必要。建议先开观察模式，摸清基线后再自动化。AI 治理正从集成模型转向中继路由，以后的评价标准不是看 token 单价，而是看完成任务的整体质量和性价比。路由算法正在变得越来越懂业务。想装一个试试 ，curl 一行命令就够了。注意 Windows 下 PowerShell 处理管道符容易坏格式， Git Bash 也不太稳，建议优先跑在 Linux 或 macOS 上。 GitHub 上也有反馈， Windows 环境配置确实坑。还有人提到 Kimi K3 有时会吐出非唯一的 toCall ID， 导致 Agent 循环中断，这些是快速迭代期的典型毛病。 AI 的成本危机根子不在模型单价，而在治理效率。把治理重心从换模型转向管流量，就是现在的破局点。